那么话不多说，我们先来看看暗影骑士琴2022版的基本配置。外观方面呢，还是能看出和暗影骑士琴有所关系。CFM 的设计还是有相似的地方。A 面设计其实相比上一代更加的简洁了，黑芒星的颜色相当的低调 ，logo 的位置从中间移动到了上部，也变小了。A 面采用的是模内转移的工艺，类似油墨涂层，没有上一代的材质那么反光，呈现出一种亚光质感，手感很不错。不过摸上去呢，还是容易留指纹。机身尾部的装饰就要比之前低调多了，只用了银灰色做出风口的装饰。屏幕可以单手开合，阻尼感很好，即便是放在支架上也能轻松打开。开合角度大概是140度左右。摄像头是有的，所以边框的宽度自然就不会太窄，和 MacBook Pro 13寸的半斤八两。下巴稍微长一些，不过这次的屏幕呢还是进步很大的。我们手上这台的型号是奇美的 CMN1540，分辨率为2560×1440，刷新率也保持了165赫兹。进步的地方是色域覆盖到了100%的 P3 色域，这对于专业的视频剪辑会有一些帮助。如果你会使用色彩管理的话，应对专业性质的视频剪辑也是没有问题的。亮度呢最高是350尼特，很多同学说350尼特是不是亮度太低了？可以说在室内光源的情况下都没有问题。要知道我们大部分办公的显示器还是只有250尼特的戴尔，屏幕呢均匀度还不错，色差的情况如下。最大 Delta E 3.62， 平均2.05。说完屏幕再来看看暗影骑士琴的键盘，还是一贯4分区的 RGB， 在同价位的产品中还是少有的，这也是暗影骑士系列一贯的差异化设计。RGB 的键盘对于一小部分消费者来说真的是很有吸引力。虽然这台机器也只有4分区，但是再把灯光效果调整到波形这个选项颜色之间的流转还是非常的自然的，我很喜欢这个光效模式。按键手感和之前保持一致，不过反馈更加清脆了一点。几个大按键呢手感很不错，特别是回车，有点找回以前拍劲舞团那种感觉了。一下就暴露年龄了全尺寸的十字键确实在现在的机型里已经算是亮点了。不管是玩赛事游戏也好还是控制光标的输入这点好评。键盘上方这次出现了大量的挖孔，这也是机器散热模式进行了改变的地方，新增了一个进风口的区域。而且键盘部分也有了进风口。根据我们的测试，在游戏的过程中键盘的温度也降到了非常低的水平。那么单纯用笔记本的键盘来打游戏就是没有任何问题了。电源键虽然是非独立的模式，不过不会有误触的担心而且在开机状态下长按电源键还会出现电源选单，包括关闭显示器。其中选项框里还有一个提醒，就是自动执行睡眠。不过可以从 Acer 的设置中心中重新调出选项，这一点还是比较贴心的。既解决了误触的问题，还给你多一点的选择，挺人性化的。在数字键盘里还有传统的 Natural Sense 按钮，方便切换性能模式。不过目前的性能模式和设置不会记忆，每次重启都会恢复到默认的模式。触摸板在机器偏左的位置，面积偏小，鼠标的移动定位还行。再看看地面的部分，在地面的上半部分有一个注意的标识，4个脚垫是比较厚的，再加上凸起的部分，虽然厚但是给机身下面的进风口留下了不少的空间。这次的螺丝还是比较多的，一共有11颗，拆下就可以看到机身的内部。不过我们先来看看接口部分，这次暗影骑士把 HDMI 的接口放在了尾部，而且这次是 HDMI 2.1， 可以支持 4K 120赫兹或是 8K 60赫兹的视频输出。尾部呢还有一个 DC 电源接口以及一个雷电4的接口。这次的随机电源是230瓦的电源，在高负载下会有点吃紧，极限功耗下可能会有从电池取电的情况发生。机身左边依次是一个折叠的 RJ45 网口，配备的是 Kilo E2600的千兆网卡，下面是一个 USB 3.2 Gen 1的接口以及一个音频接口，右边还有2个 USB 3.2 Gen 2的接口，并且下面这个接口还可以支持关机充电，可以在 BIOS 打开开关。比较遗憾的是呢，如果能再多一个 Type-C 的接口就好了。性能可以说是这次暗影骑士琴升级的最大之处了。暗影骑士琴呢也走上了140瓦满血的这条路了，恭喜恭喜而且这次不仅仅是 GPU 的表现达标了，独显直连呢也顺理成章的实现了，也终于踏入了第一梯队显卡的表现还不错。然而 CPU 的表现可能更加亮眼，单烤性能接近95瓦的水平，在我们之前测试的一些新的12代酷睿机型中已经是很不错的水平了。
实际上，多核的表现确实非常强悍，与锐龙5000系列也拉开了一定的差距，甚至锐龙6000系列也会是一样的差距。对于生产力软件来说，12代的提升还是非常大的。在 PC Mark 10的办公性能测试里表现优秀，总分7042，基本功能9564，生产力9757，数位内容创作10156。在 Adobe 的性能表现上一般 ，PS 的总分是833分 ，PR 分数770分。Blender Benchmark 的测试中，暗影骑士的这块 12700H 仅比 12900H 慢了一点点。不过，在我们更新了独显智联的 BIOS 之后单烤的表现反而还下降了一些。我们看看单烤的表现 ，CPU 的功耗为94.5瓦，性能和 4.09G 赫兹，能效和 3.29G 赫兹。更新后，独显智联为 P 核 3.69G 赫兹 ，E 核 2.89G。在室温24度的情况下，只有86度。显卡方面的烤机就比较有意思了。如果是不外接显示器的话，那么内屏烤机最多133瓦，在外接显示器的情况下是可以到140瓦的。温度很低，只有68度左右，但是频率很高，1965兆。双烤45加115瓦表现中规中矩，或者是30加130。在游戏里，显卡的功耗也是能达到140瓦。还有一些比较吃显卡的游戏显卡的功耗会更高一些。性能在相比上一代提升如此之大的情况下，肯定在散热上下了不少功夫。如果芯面的温度有了满血的高性能释放也有了，机器内部的温度也有了，那耳朵一定是没了。今年的暗影骑士琴应该是我们测试过目前噪音最大的一款了。风扇的最高转速达到了惊人的7300转，不仅仅是超高转速带来的高分贝的噪音关键是风噪的高频声音还比较多。如果不配备耳机打游戏恐怕是很难听见游戏本身的声音了。如果要在寝室当中使用切记要打开静音模式，以免破坏和室友的感情。接下来再看看显卡部分的基准表现。3D Mark 的分数如下，独显智联呢，在今年更新之后确实让整台机器没有什么遗憾了，该有的都有了。内存使用的是3200兆赫兹的 DDR4 内存，目前看起来对性能没有太大影响。我们之后会持续关注有无性能差异的问题。不过功耗上来说DDR5 的表现肯定还是要好上不少的。DDR5 内存的性能能不能与 DDR4 拉开差距，还是要看明年有没有更高频的 DDR5 内存出现。红旗的这个选择，在没有太影响性能的前提下，降低了不少成本。大家也可以看看目前 DDR5 的内存都是什么价格。从这里降低的这些成本就给到了双 K 的网卡以及4分区的 RGB 上了，可以说是还蛮鸡贼的。硬盘使用的是美光3400，应该是今年相当主流的选择了。我们看到很多机型都使用上了，不过512GB 的版本写入速度没有 1TB 的版本快，顺序读6500多兆每秒，写接近4000兆每秒。这次内部的升级还是非常大的，两边风扇的热管都有照顾到侧面出风口的鳍片，这也就是温度能下来的原因还有中间的均热板的面积有增大，热管也从4根升级到了5根。风扇的扇叶密度很大，出风量确实够大。下面是2根可以更换的 DDR4 内存，暗影骑士琴最高支持32GB 内存，左边分别是 Killer 1650i 的网卡，还有美光的3400硬盘。比较欣慰的是2020年了，红旗还配备了一个机械硬盘位，对于预算不够的朋友来说算是一个大喜讯。买一个大容量的机械盘放在这里就不怕没空间装游戏了。而且它还有第2个 M2 接口，在存储拓展这块确实是给力。不过既然有了机械硬盘位，那么电池肯定是要被阉割了，这就叫做有取有舍。电池54瓦时不插电的情况下，确实有点不够看。我们测试了几次PC Mark 8的续航成绩还是1小时出头，出门呢还是用节能模式吧。虽然 3D Mark 的表现与非独显智联相差不大，不过在游戏当中特别是帧数较高的游戏当中独显智联带来的帧数动态余量还是更大的。相比较来说在1%最低帧数以及0.1%最低帧数来说都会要高上不少。这也是我们对于平均帧数并不是那么看重的原因。在实际游玩的过程当中，这些微小的卡顿才是游戏体验最致命的一点。我们先来看看 CSGO。CSGO 是唯一一款游戏不能使用我们监测软件的，可能是为了反外挂吧。在游戏中可以开启帧数显示的代码，
我们可以通过基准测试之后看到，在 2K 分辨率下，游戏画质自动高，游戏的平均帧数是326帧。不过在烟雾当中，最低帧数会下降到40左右，烟雾弹呢还是帧数杀手。再来看看英雄联盟，在英雄联盟这款游戏中基本上能保持非常高的流畅度，在1%最低帧数中都有110帧的表现，只能用非常流畅来形容。而在游戏一开始的泉水当中，更是有700将近800的水平非常惊人。DOTA 2的平均帧数也保持在210帧左右，1%最低帧116帧。PUBG 2K 3级制平均帧数171%，1%最低帧103。古墓丽影 2K 无光追加最高画质，平均85帧，1%最低帧52帧。在不开启光追的情况下，帧率还是非常稳定的。最近热门的游戏《艾尔登法环》在漫漫白金路上PC 版锁定60帧的，在 2K 分辨率下，我们可以看到平均帧数为59帧，1%最低帧数为47.5帧，基本是很流畅了。游戏部分的表现呢，就是如上了。在3060游戏本当中是平均水平以上。今年的《暗影骑士情》确实进步很大，基本上没有槽点，该有的也都有了。独显之镰呢也更新上了，除了比较大的噪音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外观设计，可以说是一款很有诚意的产品。当然了，价格较低也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如果预算在这个价位中它还是一款很适合买的游戏本。对于只玩游戏的朋友来说i5加上3060的版本可能是最好的选择。好了，本期节目呢就到这里了。喜欢本期节目的话，不妨来个一键3连。我们下期再见。